玩打游戏时，有个女玩家玩得太菜，被队友喷得挂机了。不久之后，她重连上来，带着哭腔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刚刚烧水给儿子洗澡，把它放在水盆里，结果我忘了关火了。现在它熟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”我被女玩家的话吓了一跳，仔细看了看这辅助的游戏昵称，居然叫公主玩游戏，一听就很矫情。这时打野喊了起来：“大姐，你不要吓人行不行？”射手也说：“不想玩就算了，大半夜吓人就没意思，投了吧。”说完，他发起了投降投票，可是玩法师的队友没有开麦，一下子就点了拒绝。游戏还在继续，公主哭着说：“呜呜呜，是真的，我儿子他都煮熟了，怎么办好啊？”我忍不住质问他：“我从没听过有人把孩子煮着洗澡的，请问你是咋想的？”公主哭着解释道：“我本来煮好水了，开了一局游戏，水就凉了，你们又骂我，我着急，我就连盆带瓦一起放在了炉子上。可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顿住了，停顿了2-3秒之后，他才恶狠狠地吼道：“都怪你们骂我，都是你们的错，全都怪你们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很明显，大家都懵了，谁料得到他会怪罪在我们身上啊？打野好声好气地安慰他说：“大姐，你先别这样，你把孩子抱出来，然后打120啊，也许还能救。”公主却哭着：“没用了，我一抱他，他的皮就融下来了，没救了，他没救了，都是你们害的，都是你们。”射手在游戏对局里打字告诉法师：“快点投降，辅助家里出事了。”法师立刻打字回应：“垃圾辅助，逼是那么多，那就投。”说完，他点出了投降，我们也一一同意。虽然公主还是哭着责怪我们，但游戏总算顺利结束了，我也舒了一口气。这时，我 QQ 弹出一个好友申请，备注是上一把游戏的打野。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我还是点了通过。对方上来就跟我说：“完蛋，那女人不会真把孩子煮熟了吧？不会真来找我们报仇吧？”我忍不住反问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我 QQ 号的？”他一句一句地回答我说：“营地里一查就能看到了，因为刚刚那把游戏是附近对战的匹配模式，这说明那个辅助他也是附近的人啊。他说不放过我们，说不定真能找到我们的呀。”最后这句话吓得我手都抖了一下。冷静下来后，我连忙安慰他：“别说的那么恐怖，哪有那么容易找到人的呀？”我说这句话是为了安慰他，同时也是安慰我自己。打野回答我说：“我也加了刚刚一起喷他的射手，他跟我一样是住在天通苑的。你呢？”卧槽，我也是啊！打出这句话，我马上又纠正道：“不对，这里住了60-70万人，咱匹配在一起很正常吗？”他又问道：“最诡异的是，我们都在4区，你呢？”我也是啊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的后背已经渐渐凉起来了。打野继续连发了几条信息给我，果然如此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加上法师了，我问问他什么情况。如果我们仨住那么近只是巧合，那他不至于也住在这里吧？好，你去问问，我等你消息。然而因为事情诡异，我忍不住上社区论坛查了一下。这一查还真让我查到一个新闻，天通苑这里还真出过事，跟今晚那个辅助公主发生的一模一样，也是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，也是给孩子洗澡贪方便，把不到1岁的小孩放炉子上热水，也是打游戏忘记时间了，把孩子给煮熟，这居然是真事。但我一看报道的时间更不淡定了，这是7天前发生的事啊。而这时候打野又找我了，法师也住在天通苑，事情非常不对劲。我拉个群说，我的额头瞬间渗出了冷汗。群里一共4个人，除了那个女人之外，4个都齐了。我反手就把刚刚看到的新闻链接扔了进去，你们先看这个，是不是跟今晚发生的是一模一样？他们看到后瞬间也炸了。打野率先说道：“你们看到最后了没有？这个女人后来被她老公砍死了。”我立刻打字回应：“是啊。”他死后到今天刚刚好是7天，7日回魂啊！这是法师说：“我什么都没做，怎么突然就惹到鬼了呀？”射手说：“不行，咱们就报警吧，别等真发生什么才行动，那就太晚了呀。”打野却又说：“如果真是鬼魂，报警有什么用？还是快想想其他办法吧。”我也觉得要做点什么，但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。而就在这时，射手却私信我说：“打野有没有问你住所？你告诉他了吗？”我回答道：“问了，但他没问我住哪栋楼。”射手回了我一句：“因为他问了我，但是我没说，所以他不敢问你了。”我连忙问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立刻回复：“打野有问题。”玩打游戏时遇到一个女辅助，为了给孩子洗澡贪方便，竟把不到1岁的小孩放炉子上，结果因为打游戏忘记时间，孩子被煮熟了。射手私信我说：“打野有问题，他找上我们，还像是预先知道我们住哪里一样。你信不信待会提出什么办法的也会是他？”他这句话才刚发出来，我就看到群里打野果然在出主意了。各位，我倒是有个好办法，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听听看？跟射手猜的一模一样。射手假装配合的在群里回应道：“你说什么办法？如果那个公主真是鬼的话，
那他更能找到我们了。我们总不能等着他找上门来。我想，要不我们上门去找他吧，给他祭拜一下，让他放过我们。看到他这么离谱的提议，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，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？射手也给我发来私信说道，你看，他果然提出这种馊主意了是吧？我回复道，的确是，但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呀？我们去群里聊，把他的真实意图给套出来，说不定那个什么公主跟他是同伙呢。我马上切回了群聊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之前脾气不好的法师居然赞成了打野的说法，去倒是没问题。那你知道那个煮死小孩的女人她住哪里吗？打野回答说，这不是有新闻吗？我可以找人打听打听。果然事情似乎要按着打野的想法去发展了。而此时射手开口插了一句话，你不用找人打听了，我知道他住哪个单元哪号房。此话一出，我连忙私信问射手，你真的知道那个公主住在哪里？射手没好气地回我待会发我的住址门牌号不就行了？我就看看打野会有什么反应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组织你们找过来啊。原来如此，群里打野在追问射手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会知道？射手继续编造事实解释道，因为我之前关注过这个新闻，而且我认识她老公。你们确定要去吗？要去的话我就发地址。本来我还以为这些话能唬到打野，让他知难而退，没想到打野却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。那还用说，赶紧发出来。射手倒是行云流水的把地址打了出来，然后还挑衅般说道，就是这里了，怎样？现在一起过去，在门口集中。我更懵了，按这个情节，我们是要到射手家里去聚一趟的感觉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不多话的法师却突然开口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们？我们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这句话更是把我弄迷惑了。而说出这句话的同时，法师居然发出了他跟射手的私聊截图。我惊讶地发现，他俩聊天的内容几乎与我的聊天一样，也是怀疑打野，也是说要把自己的地址发到群聊里。最要命的是，法师还补上一句话，这就是煮死孩子那个女人的地址啊！我惊呆了。想不到这个射手一面私下挑起我们对打野的怀疑，一面做着引诱我们去那个女人家这种事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为什么会知道那个女人的地址？在拆穿他之后，法师继续追问道，你还骗大家说是你自己的地址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受到质问之后，射手却仍然理直气壮地解释，我并没有什么企图，相信我，我是被逼无奈才这样骗你们的。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们能懂吗？我忍不住打字质问道，我不懂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不是你用什么方法把我们匹配到同一局游戏的？射手又解释说，我都说了自己是被逼无奈的了，还不懂吗？我是受到威胁了呀。至于我们是怎么排到同一局游戏的，我确实不知道原因，也不是我做的。但你们真的都跟那个女人毫无关系吗？射手艾特了法师，问道，你倒是说说，你怎么知道我发出来的这个地址就是那个女人的地址呢？法师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没错，我当然知道那个地址了，难道就不能是我之前看到新闻好奇打听的吗？就因为知道，所以才不可能大夜晚的跑那里去。那一刻我又有点懵了，这两人仿佛知道很多内情，但他们却不愿意坦白说出来，只是互相打哑谜。射手又补充反问了一句，如果你们都认为自己跟那个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随时都可以退出这个群。我终于忍不住连续发了好几句争辩道，这不还是被刚刚游戏中那个女人给吓到了吗？我也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。你们要是知道实情就直说呀，藏着掖着干嘛？今晚游戏里的女人到底是不是7天前煮熟自己孩子，然后被老公砍死的那个女人？没想到射手却异常冷静地回答了我一个字，是。我头皮都发麻了。然后他又继续对我跟打野发出灵魂质问，上单你要是不知道这个女人的事，你能在几分钟内搜出关于她的完整新闻报道？还有打野你要是没点问题，你会一开始就组织大家要去那个女人家里？看到第一句我正要辩解，可是看到第二句我却沉默了，因为可能群里的每个人都有问题。期间我在网上刷到一个帖子，惨案，美孚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瞪大眼睛，因为我所在的公寓就叫美孚公寓。下一秒门上传来了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我吓得一激灵。现在刚好是5月2号，我爸妈带着我妹出去旅游了，由于我还有个课题要完成，便留在了家里。刚刚那声音像极了有东西用长长的指甲在门上摩擦发出的声音。我恐惧地走到门边，探头往猫眼看去，走廊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不过那声音也没再响起来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心想刚刚或许是听错了吧，肯定是受到那帖子的影响。那帖子是我无意中刷到的。最搞笑的是，帖子的发布时间是5月5号，也就是3天之后，很显然是个恶作剧帖子。不过那帖子说的内容实在有些吓人。帖子里说，在5月2号这天，有一只逃跑的黑熊进入了美孚公寓，这只黑熊非常的邪门，智商更是高的诡异。据说在这之前，这只黑熊是一只实验室黑熊，黑熊吃完人之后就消失了，到现在也没有抓到。有民间组织分析，
这只黑熊是一只已经修成精的黑熊，它能在吃了人之后钻进人皮里，伪装成吃掉的人的样子。这种黑熊成精的故事，其实我已经听过不少了，但最让我觉得这个帖子可怕的是，发帖人却把美孚公寓的大门照片发上去了。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公寓大门吗？真是晦气，这人神经吧？编这种玩笑！我忍不住骂道。正当我准备把这个帖子随手举报了之后，突然我看到下面多了很多跟帖。我有个表哥就是负责这个案子的，我听他说现场惨不忍睹，那只黑熊不仅杀人，还喜欢虐杀，现场找出的好几具尸体都是手脚分离的，是被那黑熊活生生给撕扯下来的。卧槽，这太恐怖了吧！最恐怖的是这只黑熊还没有被抓到，我吓得晚上都不敢关灯睡觉了。这次受害人里头就有一个我同校的学姐，可惜了，虽然我跟她不熟，但也是同一个社团的。我听到她被黑熊吃掉的时候哭了一天。楼上说的是清北大学的叶苏苏吧？我看了她生前的照片，可惜了，那么漂亮。冷不丁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愣住了，不会是同名吧？可我读的学校就是清北大学呀，而且这些跟帖是怎么回事？大夏天的我打了一个寒战，怎么这些人说的好像真有这回事发生了呢？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整个屋子的灯无声无息地熄灭了，房子瞬间笼罩在了黑暗之中，我吓得差点尖叫出声。怎么回事？是停电了吗？我连忙去看公寓业主群，物业刚好在里头发了消息，请各位业主不要恐慌，我们公寓楼总电路出现故障，大概会停电2小时，已经有维修人员过来抢修了。现在是晚上快10点了，大半夜的突然停电了，又加上我在看这种帖子，确实是吓到我了。不过我很快冷静了下来，这个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，跟帖的人也暴涨。今天也不是愚人节呀，我盯着那个叫做草莓甜心的 ID 名，就是那个说我是他社团学姐的，心想这该不会就是我微信里的那个社团学妹吧？她的微信名叫做草莓超甜。为了求证，我给那学妹发了微信，过了老半天，学妹才回复了我：学姐，我刚和室友在外头聚餐呢，你说什么吃人熊帖子，我没法回复啊。你看我和他们现在都在 KTV 呢。学妹的语气听起来很茫然，她很快发来一个视频，视频里几个女孩在 KTV 唱的忘情，我松了口气，果然这神经帖子就是一个离谱的恶作剧吧。不过学姐，我在某书的 ID 名的确叫做草莓甜心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难不成你刷到我发的内容了吗？一瞬间我愣住了，我想要把这个回复截图发给学妹，可我却截图不了，一旦我试图截图就会死机，甚至我在这个帖子下面也发不了任何回复。但我退出去看其他帖子，都是能正常截图和回复的。我皱起眉头，感觉到了一种不安感。随着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，有人说想看下叶苏苏的照片，有网友很快把照片发了出来。当我看清照片的一瞬间，血液仿佛都凉了几分，因为照片里这人的确是我。可惜了，叶苏苏本来很快就保送读博了，他爸妈回来后看见他的尸体，一夜白头。据说叶苏苏的脸皮都被那黑熊扒了下来。叶苏苏好像还有个妹妹，他妹现在据说患上了抑郁症，自杀了好几次了。该死的黑熊，我要是见到那熊，非得把他熊胆都掏出来。楼上的，你还是自求多福，求那黑熊不要吃你吧。我呼吸愈发的急促，心脏狂跳，后背阵阵发冷。如果这是真实的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帖子来自于3天后的未来。就在今晚，会有一只实验室逃出来的黑熊闯入公寓，然后将我们所有人都杀光。我一下就想到了我刚刚听到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那有可能并不是我听错了，而是那只黑熊已经进来了。我额头一下全是冷汗，可我不知道要怎么提醒正住在公寓里的其他人。要说有熊进来了，不仅没人相信，肯定还会把我当成神经病。我也不能报警，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。要是贸然报警，连警察都会觉得我疯了。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个十分细微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用指甲敲击着门，一下又一下，十分有规律。我突然想起刚刚我在猫眼外什么也没看到，可走廊是黑的，那黑熊也是黑的。如果那黑熊就藏在门外，我也是看不清楚的。一想到那黑熊可能已经来到我门口，我后背汗毛耸立。走廊是声控灯，而且这灯是应急用的，不会因为停电而失去作用，只要有人走过都会亮起来。可现在门缝里没有任何光亮透进来，如果门口真是那黑熊，难道他会隐藏自己的脚步声？我紧张地拿起厨房里的水果刀，小心翼翼地靠近门。屋外一片寂静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但这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。我家住在504，这层楼一共有4间房，住了3户人家。502住的是一个2次元宅男高中生，好像叫小伟。小伟平时住校，只在放假的时候回来住，可每次一放假，他准通宵打游戏，声音还开得老大。可今天502安静的出奇，连一点动静都没有。501住的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，她那孩子也就几个月大，正处于时不时就哭闹的阶段。可今晚我愣是没听见一点孩子的哭声，安静的实在有些过于奇怪了。我探头去看猫眼，可外头还是黑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感应灯亮了，有脚步声响起，我听到脚步声停在了502的门口，砰砰，有人敲了502的门。
这时我看到业主群里发了新消息，我们维修人员需要挨户检查各位业主家的电力设备，会有进门检查的可能，辛苦各位业主配合一下。原来是维修人员。敲门声持续了很久，我才听到502开了门。几秒后，关门声响起，看来是维修人员进去了。可我等了半个多小时，都没听到开门声再响起。检查电力要这么久，我有些困惑和不安。我给物业发去了微信，问他上门检查得多久。物业秒回，一般10来分钟，不过也说不准，要是遇到问题可能会久一点。不过我们的维修人员还没到，他说堵路上了。什么？维修人员还没到的话，那刚刚进502的是谁？我有502的小伟的微信，我连忙给小伟发了消息。小伟过了一会儿才回复了我，姐，我家水管破了，大晚上找人修呢。我给他打着手电筒修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也没弄好，真折腾。我松了口气，想自己真的太疑神疑鬼了。但很快我又觉得不对劲。小伟之前在群里说话的时候，特别喜欢颜文字，每句话都得带个颜文字。可他刚刚给我发的这句话，没带半点颜文字。不过姐，你原来在家呀？我还以为你跟你爸妈出去了呢。小伟突然来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也就在这时，业主群里有人说话了：502，你家水管破裂了，怎么还没修好啊？弄得现在我家卫生间里都是水，把家具弄坏了你赔。我打你电话也不接，受不了，我要上去看看。我记得402住着的是一家3口，现在在群里说话的是402的男主人，男人5大3粗的，看起来就不太好惹。我连忙在物业群里发了消息，艾特所有人，今晚感觉不太太平，大家尽量不要出门。不过没人理我。也是，我突然发这么一条奇怪的消息，要我看见了也只会当作没看见。很快我听到了402上来的声音，他怒气冲冲地猛拍502的门。过了一会儿，502开门了。502，你人呢？我听到402站在门口大喊的声音，很显然小伟并没有出来。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只留了一点缝隙往外看去。男人站在门口，似乎在犹豫该不该进去，因为402家里太黑了，连一点光都没有透出来。可刚刚小伟不还说是集水管工打着手电修水管，那怎么可能里头一片漆黑呢？我紧张的心突突跳。502的门只开了一点，虚掩着一条2指宽的缝隙。赶紧出来啊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不出来我就进去了。男人骂骂咧咧，可502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，死一般的寂静，静得我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402急促的呼吸声。你这个缩头乌龟，那老子进去了，你可别说老子私闯民宅。男人气不过伸手一推，但他只推了一半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挡住了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站在门后抵着门一样。我被自己脑补的这个画面吓得浑身发毛。402也感觉不对，使劲推了推门。谁站在门后也不说话，故意吓唬老子？但402的声音也带上一点颤音。男人掏出了手机，打开手机手电筒往里头照去。下一刻，我和男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。在手电光源的映照下，门后投出一个非常庞大的影子，那影子非常的大，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影子，更像是一只体型非常大的黑熊。男人也被吓得倒退一步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焦急地把门推开大一点，压低声音朝他喊道：赶紧过来，那后头是一只黑熊。男人听到我的声音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熊爪飞快地从门后伸出，男人根本来不及躲，就被猛地拉进门内。我惊恐地捂住嘴，我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但很快就没声音了。我赶紧关上门，很快我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，男人肯定是被黑熊吃了。最开始进入小伟家的维修工应该就是那只黑熊，他吃掉了小伟，然后又用小伟手机来回复我的信息。现在我完全暴露了我一个人在家的事实，可我如果坚持不开门的话，黑熊又怎么进来？我颤抖着点开手机里的帖子，想要寻找一些有用的线索。突然我看到了有网友问出了和我一样的疑惑，如果不开门的话，那黑熊不就进不来了吗？公寓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都会被杀死？底下很快有人评论，你是不知道，听说那黑熊邪得厉害。我听附近的居民说，那黑熊能从窗户里爬进来。不是吧？美孚公寓一共有8层啊，它这么高怎么爬进来？这是熊又不是蜘蛛侠，所以说那黑熊邪呀。而且之所以住户没听到什么声音，据说是因为那黑熊最先就拔掉受害人的舌头。别说了，我要睡不着觉了。我后背渗出黏腻的冷汗，难怪我刚刚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原来他的舌头被拔掉了。我立刻冲到家里的窗前，将所有窗户和阳台的门都锁好。这时房门被敲响，我看见402的男人站在我门口，他表情怪异，嘴角用力往上翘着，像是野兽在努力模仿人做表情。他一定是那只黑熊穿上了402的人皮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突然门把手嘎吱转动了起来，紧接着门被撞得砰砰作响。他想用蛮力将门撞开，这怎么可能？这门可是结实的防盗门啊！但很快我就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因为这结实的防盗门竟被黑熊撞得摇摇欲坠。我赶紧搬来了椅子抵住了门。正当我绝望的时刻，走廊尽头传来了开门声，是501开门了。半夜吵什么呢？我家孩子都被你吵醒了。他冲着男人质问道。
我用尽全力朝着门外大喊：别出来，马上关门！402男人的脑袋以极快的速度扭了过去。几乎同时，我听到门重重关上的声音，门外的脚步声朝着501走去。501给我发来了微信：门外呢是楼下的402吗？怎么瞧着不太对呀？还有你让我关门，是他有危险吗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反正那不是402，也不是人。你锁好窗户，别让他从窗户爬进来。不管谁喊你都不要开门，现在待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。男人正在敲501的门。501妹子，能借我一点感冒药吗？我儿子发烧了，刚刚敲了半天504的门，他没开，我就着急了点，吓到你了吧？不好意思。我心里祈祷501可千万别信402的话。还好501也察觉到402不对，不出声也没开门。402见501也不开门，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阴沉。他正准备撞门的时候，拐角处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老公，你怎么去这么久啊？502的水管还没修好啊，一直在漏水，而且漏的水全是红色的，看着怪恶心的。不好，402的老婆找来了。一瞬间，我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如果开门，402极有可能闯进来；可如果不开门，402的女人就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了。老公，你怎么站在那儿不动啊？你不是去502吗？女人疑惑地朝着男人走去，不过她很快意识到了不对。血，怎么这么多血？这个时候402男主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女人咬去，女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就被她的老公一下咬住了腿。我看见黑熊从男人的身体里钻了出来，女人此刻应该恐惧到了极点，因为她根本想不到藏在自己老公身体里的是一只大黑熊。走廊里只有女人抽搐般的啜泣声，可过了一会儿，就连声音都没有了。黑熊吃完人，又钻进了402的身体里，可我没想到，它不再朝着我这里走来，而是突然不见了。正当我忐忑不安的时候，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响声，我扭过头，差点吓得魂飞魄散。402的男人就趴在窗户上，脸死死地贴在上面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他用手掌拍打着窗户的玻璃：你要是敢进来，我就跟你拼了！我朝着黑熊大吼道。此刻我都做好了死的准备。男人对我诡异一笑，他停止了拍打玻璃的举动，快速地爬了下去，消失在我的视野里。我愣住了，难道这黑熊放弃了？可不应该啊，一定有什么其他的原因。为了寻找线索，我又点进了帖子，我快速浏览着，希望能多找到一点有用的细节。有一个评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我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叶苏苏和501是黑熊最后吃掉的呀？他先吃掉了504，然后把这两人留到了最后，我有点不理解。楼上的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老家都说黑熊血，是因为黑熊这玩意儿喜欢将最嫩的食物留到最后。你想想，叶苏苏长得那么漂亮，501还有一个婴儿，那婴儿被发现的时候，脑袋都被开瓢了。看到这个回复的瞬间，我汗毛耸立，